大家起早应该不会有任何后悔的感觉吧？还挺好的吧？怎么样？作为甲方，被我们拖出来，早上6点多就起来，跑到这种地方来，对吧？还挺不错的吧？这个真的超级像一个游戏里面渲染出来的 CG， 这个雾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低低薄薄的一层，但是上面的通透度是全部拉满的，真的很神奇。然后这一次我们现在到了夏天的新疆阿勒泰，然后带上我们整个样片日记的小分队，大家都在部署。我们这次受到莉莉丝邀请，他们有一款新的游戏，这个《剑与远征启程》马上就要上线了。然后他们这款游戏是一个俯瞰式的一个旷野冒险游戏，做得非常非常漂亮。所以这次他们给我们的要求就是说，我们没有要求你们样片日记拍得很好，我们有没有可能请你们到新疆这边来，然后你们能够拍一点这种俯瞰视角的和游戏里面场景非常近似的真实画面，然后来体现一下整个美妙的感觉。所以你看，欢迎和我们一起来进行我们这一次新疆夏季的样片日记之旅。新疆真的太美了。如果说冬季的新疆是寒凝大地、冰封雪盖，那夏季的新疆就是牧草如茵、黄花遍地。当晨雾散去，阳光给大地撒上一抹金色的时候，你真的会感受到什么叫做心旷神怡。而这也是样片日记第一次来进行返场的拍摄。那虽说今年新疆来旅游的人格外的多，但是新疆它就还是新疆。这次我们还是收获了非常多不错的素材，也是老规矩，所有 free 标志的样片你都可以免费下载和使用。那同时，这也是我们第一次采用杜比世界的规格来制作样片日记，我们想给你最好的体验，希望你喜欢。你看，我们现在样片日记比较好的时候，我们会把剪辑师也给带出来。剪辑师出来的优点就是他知道到底发生啥了，他可以感受到这个情绪。你感受到什么情绪了？我在想，你们雾三这些飞手能不能别一次性搂一个3-5分钟？你得自己调，慢慢调。他们在揉的时候，我就是让他，哎，可以了，差不多可以了，看到。现在最搞笑就是剪辑师，他可以在前期剪，他直接按人家的录制键把这个片子给剪了。这就是前期剪辑师的威力，这个含金量太高了。哎呀，喜欢拍拍。我特别喜欢拍拍，因为之前太忙了，都是管公司，但是现在我终于可以拍拍了，拍拍是一个很快乐的感觉，我真的很享受拍拍。你看，在很多地方、很多景区，可能只是所谓的好看，把它渲染得很厉害，但在新疆这边，阿勒泰这个观鱼台，这里就超级漂亮。只不过唯一我觉得，我有一点复杂感觉，就是人实在是有点太多了。就是我不是很确定一个地方变成景区以后到底是好事还是不好，确实有更多人能看到，但是人真的有点太多了。然后这次我们想拍得更好一点，然后我们甲方为了让我们拍得更近似，还邀请了他们的孙师傅，他们美术老师来这边来给我们一些辅助。你们就是做游戏做俯瞰的时候，你们那些看不到的地方，你们会涉及到吗？比如天空，在我们游戏当中就是看不到的。我们在月湖村当中就有一个这种大湖。然后我们利用这种大湖，就可以看到天空当中的一些云啊、光啊的一些变化，都能实时的反射在我们的湖面当中。在《剑与远征》这款游戏中，你确实能看到美术的细心之处。虽然是俯视角场景，但换一个游玩路线，换一种天气，你都能欣赏到完全不一样的湖泊光影、树林草荫。那虽然没有办法1比1复刻游戏中魔法绘本风的场景，但是我们还是找到了一些非常相似的画面。只要加上这么一点点的后期魔法，这游戏的感觉就来了。
现在我们已经到了禾木这边上了，然后你看，就是在新疆这边很特别，为什么？它这种森林它不是那种一下子地面全是那种灌木，然后上面都是各种枝条，所以看起来这边一眼看过去是很干净的、很清爽的有一条道。然后呢，但它顶上又是这种郁郁葱葱的树冠，这样产生结果就是光影会一点点漏下来。这里我想讲一个小的技巧，就哪怕你用手机拍摄 HDR 视频，核心不在于亮，很多朋友觉得 HDR 代表亮，但 HDR 是相反的，它反而代表暗。你必须要有足够暗的东西，再有一点点高光，这感觉才会不一样。所以这里等会我们可以拿稳定器，然后这样走一下，你就看到哇，这个亮起来的感觉 ，beautiful。4K 60帧，很合适。按一下录制，走，家人们。像这种平稳运镜的长镜头，虽然不能在节目中完整的呈现，但其实非常适合用来制作动态壁纸。所以我们在想，是不是应该做一个样片日志的小软件，又能有素材，又能有壁纸？不知道你是否需要？现实世界其实就是由无数的细节所构成的，无论是散步的马匹、忙碌的人们，还是悠闲的小猫，在游戏中也有很多的细节等待我们去发现。那虽然拍摄本身是一件繁重又快乐的事，但是它会占用很多时间。而游戏中的挂机奖励玩法，能让我们在繁忙的工作之中，同样不落下游戏进度，解锁新的游戏地图。其实这玩意你这样看一点都没有参照物，就是感觉它还没很大。但是如果送个小老弟上去 ，Michael 上去，你看这个石头山还不是盖的，非常非常大。其实吧，做样片日志，说真的，我觉得强度还是挺高的。你看 Michael 现在都晒成什么样，其实和我已经不在一个肤色了。就是这些地方，巴厘岛是热带，它是纯热；青海它是高原。它那个紫外线太猛了，紫外线太猛。有的人会觉得累，但我个人属于旅行过程中我不会累，因为我有个很强的特长，我相信是没有很多人有的，就是我可以在任何地形、任何载具上以任何姿势睡香香。然后这里我会总结出一个经验，其实这是我最近的一个感悟，我要开始说奇怪的话了。就我在思考，比如说最近我看到川普那张照片。哎，为什么它会有这么广泛的传播呢？然后我有一个理论，就是精力偷取理论，什么意思？有点笼统。如果说你想做一个比较好的片子，或者到了一个城市，你可能尽可能要去发掘这个城市本来就沉淀在那里的内容，比如说大自然的风光，它花了几百万年创造出这种感觉。然后包括我们以前拍打铁花，拍各种的一些人文、非遗的东西。对。但是因为我们按了录制键，这个影像形式帮助我们一瞬间偷取了那位创作者可能他一辈子的心血。但是如果说要做个短片，要做个故事片，你会发现你得从零把整个世界逻辑性都给建立起来，你要创造世界的任何一个规则，使它变得合理，这就非常非常的难。所以就让我们在这边把我们这个小快门一按，把这个大自然的经历给偷取吧。I will hold you when the stars fade out. I will catch you when the tears fall down. Should the world come crashing on all your dreams, my love, don't let go. Hold on to me. Hold on. Hold on. May your heart be strong. May your fears be因为这次挑战是俯视角还原游戏美景，所以雾3是我们的主要样片设备。但是当我们来到魔鬼城，在地表50度的高温之下，为了能让甲方在车里也能看到画面，我们用了一套新的图传方案。真的很震撼，雅丹地貌什么都好，但是千万不要学我们，还有这个老哥作为早起的鸟，
早起的鸟在这边没有虫吃，你会成为那只鸟干。它体感温度没有杭州这么热，说真的，杭州更恐怖。但是它的紫外线，我涂了很多防晒霜，但现在我就感觉整个皮肤都要被炸开了一样，全部在撕开你的皮肤。一定要做好防晒，然后到夕阳西下的时候，这边也会漂亮很多。这是我给你的建议。然后你看，我正好从杭州也运来了一位我的 homie， 大陈。他其实本来不应该在这的，但是因为他嘲笑我们说我们在新疆这边肯定很苦，所以我就让大陈当人肉快递送了6个图传过来。这个大疆最新的 SDR 解决方案，这个 SDR transmission，SDR 是什么？你知道吗？好 ，SDR 简单来说就是这个 Software Defined Radio， 就是软件定义的信号传输。这样的优点，传输距离远、稳定，并且有更多的控制方案，有很多的自由度，让大疆自研能够来研发。他们那个发射器在发射这个 SDR 信号的同时，还在发射一个 WiFi 信号，是不是逻辑上，咱们可以成为先进团队，用 Vision Pro 来给甲方体验一下监看。假如我是一位很尽责的甲方。因为在片场显得不一样，我靠，有一点煎蛋的感觉。OK， 家人们，你们看，如果我是甲方，我在室内，哎，手一晃，调出一个界面，哦，这里，哎，进去这个图传，调出一个菜单，然后把它轻轻的捏到我的眼前，然后再一拉，然后看着所有的参数都在我面前摆着，这个体验我觉得还是挺震撼的。Vision Pro 做监看以前是我脑子里想的。没想到这么快就有厂商能把它给做出来，但说了这么多，半天不给你放样片也不行，我们还是赶快来看一看今天这个50度的天气之下，我们能拍出什么样的样片吧。送给你。正如现实世界是由无数个生动的细节所构成的一样，游戏中的马匹奔跑、屋檐青苔、小狗打盹、湖面上的倒影将云朵的洁白以及远处的山峦的起伏都完美的呈现出来。你可以随时盘腿而坐，欣赏夕阳与云起云落。很多瞬间，我们和游戏设计师仿佛发生了共振，哪怕只有一个人会为此驻足，也会因为这里的风景觉得不虚此行。这次新疆之旅对我来说，也像是让我短暂的进入了一场轻松如画的游戏旅途，为阿勒泰的景色流连忘返之时，也好似在游戏世界里面来了一场短暂的心灵 SPA。好了，这就是这次样片日的全部内容。游戏将于8月8日上线，记得去下载和体验一下。即使你可能暂时没空来到新疆亲眼看到这样的美景，你也可以在剑与远征启程的树坪大世界里欣赏到同样广袤和细腻的景色。同时，我们这次的样片也已经在官网准备好了，欢迎去我们的官网下载。那么我们下次再见。